你有看过这只熊吗？这只熊几乎可以说是潮的象征了，在很多的潮牌店啊、球鞋店，还有一堆明星艺人的收藏当中，都常常会看到它的踪迹。这只熊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这么的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Bear Brick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说的这只熊是一只名叫做 Bear Brick 的玩具公仔。它最大的特色是形状永远固定，但外皮千变万化，有着各式各样的版本，包含了电影啊，还有动漫角色，以及跟各个品牌艺术家的联名合作。那这样子千变万化的 Bear Brick 几乎可以说是时下潮流界最标志性的玩具之一了。有很多的潮流爱好者都很热衷收藏这只站立的熊，就连周杰伦啊、林俊杰等等艺人，也都曾经在镜头前晒出自家的 Bear Brick。不过，比起一般的玩具公仔这些熊的价格呢，通常要贵上不少。在各大网购平台上面，一只钥匙圈大小的 Bear Brick 呢，常常要价上千元，而体型比较大的，甚至可能会破万。那如果是很稀有的款式更有可能卖到几十万、几百万的价钱。不过这些熊毕竟只是玩具，既不是什么昂贵的材料做成的，也没有什么很酷炫的机关啊，或者是使用功能。那到底为什么可以卖这么贵，还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习惯自备便当或外食的你，是不是还在寻找一个好洗好带又耐热的便当盒呢？那就不要错过最新推出的折盒2系列。这次延续了1代的磁吸折盒结构，能够一秒成盒或摊平，好洗好收又万用，当便当、餐盘或餐碗都 OK。同时还推出了分层隔板、防漏酱料盒、便携提袋等等多种实用配件。材质上，盒身除了采用耐热的食品级矽胶以及防味抗菌的银离子配方，2代功能更是全面升级，使用特殊处理的磁铁，让你可以微波使用。现在上泽募资不仅有最高63折的早鸟优惠，输入优惠码莎莎77还能够再折40元。赶快点击资讯链接前往赞助，或追踪官方社群掌握最新资讯吧。Bear Brick 是日本玩具公司 Medicon Toy 生产的玩具，而 Medicon Toy 第一个明星商品呢，其实是长得有点像乐高人物的人形玩具 Kubrick 库伯利克。2001年呢 ，Medicon Toy 将这个 Kubrick 从人形改为熊的造型，再加上纯白色的涂装以及一个大大的小老鼠的这个符号 ，Bear Brick 便如此诞生了。但是呢，它最初其实只是作为玩具展的限量赠品发放，没有想到相当的受欢迎。于是 Medicon Toy 决定将 Bear Brick 作为正式的商品贩售。同时，他们还增加了全新的设定，就是公仔呢不会随着角色改变形状，只改变这个表面涂装。而这对于当时的玩具市场来说，是一项蛮新鲜的尝试。Medicon Toy 的创办人赤司龙彦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意识到有很多的成年人呢，其实喜欢搜集玩具，却又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所以他刻意将 Bear Brick 设计的比较像是装饰品，来减少购买者的心理负担。而至于固定形状呢，则可以节省生产的成本跟时间，更便于量产，也可以很快的推陈出新。而这个设定呢，也让 Bear Brick 变成了一种方便的载体，开始跟各式各样的创作者跟品牌联名。Bear Brick 固定每一年呢都会推出2代，目前已经推出了46代，而每一代呢都会包含10种以上不同的系列款式。所以 Bear Brick 问世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面，已经有高达2000多种的版本。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代的 Bear Brick 都会跟不同的 IP 联名，例如恐怖款这个系列呢，就经常会跟恐怖片的角色联名，推出像是小丑啊、鬼娃恰吉等等的版本。而可爱款呢，则推出过粉红豹啊、小熊维尼等等的卡通角色。除此之外呢 ，Bear Brick 每个月还会再推出特别款，联名呢对象有包山包海，包含了正露丸、白色恋人，还有呢今年也跟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名推出了清明上河图版的 Bear Brick， 而且特别款也比较常会出现塑胶以外的材质，比如和家居品牌卡里莫库联名的 Bear Brick 就是用木头制作的。那对于这些品牌来说，跟 Bear Brick 联名可能也是一种很好的行销方式，除了跨界合作带来的新鲜感跟曝光度，也可以借着 Bear Brick 的潮流形象拓展不同的客群。不过 Bear Brick 为什么会被视为潮流的代表物呢？Bear Brick 到底潮在哪里？得从 Medicon Toy 开店那时说起。首先 ，Medicon Toy 创办人赤司龙彦本身呢，就有插画师与时装摄影师背景，对于时尚产业有一定程度的涉猎。而且他成立 Medicon Toy 时，又正好是日本街头时尚蓬勃发展阶段。他的店呢，还开在汇集了各大潮流品牌的里元素一带，因此他也认识了许多潮流品牌的创办人。那他看到这些品牌经常跟高人气艺术家、设计师合作推出服装的系列，也会推出限量款促进销售，这让这套商业
策略给学了起来。同时，这些品牌也很自然的成为了 Bearbrick 早期的联名对象，像是 Bathing Ape 啊，还有是 Neighborhood 等等呢，就联名过好几次。久而久之Bearbrick 就成为了日本潮流文化的代表物品之一，也很快的就受到了国际大品牌的注目，像是 Nike 啊、Chanel 啊、兰蔻等等，也都曾经跟 Bearbrick 推出联名商品。在各大品牌的加持之下Bearbrick 逐渐的在潮流文化圈爆红，买气蒸蒸日上。不过，除了联名的扩散效应之外，Bearbrick 还十足的运用了商业的巧思，让消费者越买越上瘾。Bearbrick 让收藏家买不停的销售策略主要有3个。首先呢是营造稀缺性，他们的每一款公仔呢都是限量发售，而且基本上不会复刻。再加上每一代还有隐藏版以及不同国家的限定款，在这种限量总是残酷、少一份是一份的心理之下，就更容易让消费者忍不住抢购。而另外一条策略呢是尽可能的去满足不同预算的族群需求。他们将 Bearbrick 分成6个尺寸，预算比较低的人呢就可以购买小尺寸的熊，或是他们也有推出单价低的盲盒，让小资族也可以轻松的入手。而最后呢是 Bearbrick 的商品设计本身就有适合收藏的特性，因为形状都一致一字排开时呢，那种整齐的视觉效果会增加收藏家的满足感。此外，他们包装盒的设计也会加入各种巧思，让人觉得具有收藏价值。那透过这些商业策略，再加上各种联名所赋予的高价值感，收藏 Bearbrick 的风气就变得越来越兴盛。不过，也同时引来了一些乱象跟批评。Bearbrick 走红之后呢，就开始有人把 Bearbrick 当成投资商品，先买进升值空间高的款式，等未来涨价时再卖出赚价差。而在囤货跟转卖的过程当中 ，Bearbrick 的价格也不断的被拉升。同样一只熊在二手市场上面，价格可能翻到原价的数十倍，最大型的熊呢，甚至能够卖到台币几百万元。而这股巨大的商机也导致越来越多仿冒品出现，让很多新手买家受骗。那在这些乱象出现之后，对于 Bearbrick 收藏风气的批评跟质疑也逐渐的增加。这些批评的声音主要是认为 Bearbrick 不过就只是一只塑胶熊，再套一层皮上去，做工也没有特别的精致，会变得这么红，卖那么贵，就只是商业炒作的结果。而另外呢，也有人认为大部分的人买熊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让自己看起来很潮，但其实根本没有潮人应该要具备的文化底蕴。那么对于这些乱象跟质疑 ，Bearbrick 的爱好者们又是怎么样想的呢？Bearbrick 是不是被炒作过头了？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些 Bearbrick 的藏家认为在名人效应加上投机客的操作之下 ，Bearbrick 的价格确实不太合理，硬生生的比其他许多的玩具贵上好几倍。而且也确实有不少人买熊只是为了投资赚钱，或者是为了耍帅炫耀。不过还是有很多爱好者强调，以艺术推广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 Bearbrick 确实具有这么高的价值，因为它替艺术家们提供了新形态的创作空间，让艺术呢不再局限于平面作画或者是雕刻，而是更平易近人的公仔。他们也提到，透过 Bearbrick 的普及，也能够拉近艺术跟一般人的距离。就算有些人呢一开始只是为了跟风而买，或许呢也能够透过手中的公仔去认识到他身上的艺术作品，并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创作理念。所以对于很多的资深藏家来说呢，他们觉得 Bearbrick 最大的价值其实作为一个万用的载体，让各式各样的文化艺术都能够在这只熊上面展现出新的面貌，并且跟时尚还有流行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其实我们团队大多数人呢，在做这一集之前呢，对 Bearbrick 的印象都只是潮流店会出现很多艺人有收藏，甚至呢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在了解这只熊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觉得它红起来的过程其实蛮精彩的，尤其他们很快的就吸收了时兴的这个潮流文化，并且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在运用各式各样的商业策略，让这只熊变成了一个有人气、能够赚钱的商品，也同时推广了各种艺术文化，这是我们觉得蛮厉害的地方。而至于现在 Bearbrick 是不是被炒作过头，其实谁也说不准，毕竟价格有没有反映价值，有的时候是很主观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每个人心中想要被满足的部分是什么。有些人买熊是为了投机，是为了赚钱，也有些人呢是为了享受抽盲盒跟一般赏识那种以小博大的乐趣，还有些人买熊是为了炫耀，而有些人呢则单纯想要表达自己对于某个圈子或某位创作者的认同。那在我们找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 Bearbrick 爱好者在网络上面自成一个社群，互相分享自己的收藏。那就像喜欢收藏古董邮票等等的爱好者会形成一个社群互相交流一样， Bearbrick 作为一个收藏品或许也已经成为了一个对话的媒介，把人们聚集在一起。那这在我们眼里看来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价值了。
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会想要买 Bear Brick 吗？ A 会哦，我本来呢就在收集一字排开很有成就感。B 可能会哦，那前提呢是有看到喜欢的艺术作品或者角色。C 没有不知道花那么多钱买一只熊要干嘛。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潮流公仔 Bear Brick 是什么。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流行趋势是从哪来的，以及一番赏诈骗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